我给大家讲一个，外国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最好的安排。有一天呢，这位国王兴高采烈的呢，出去打猎，在追赶一只这个豹子的时候啊，不小心呢被这个豹子咬断了一根手指。回宫之后啊，国王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烦恼，都这么倒霉，本来去打猎了，结果被猎豹给咬了，就找来他的这个助理就是宰相，帮他处理事儿的，找了宰相呢，就是喝酒解愁吧。这宰相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赶快倒了一杯酒，非常开心笑着来说：“我的大王啊，少一块肉啊，总比少一条命啊要好多了，这太划算了。你想开一点，这一切啊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国王一听宰相这么说，你小子活够了，这么大胆子，我正生着气呢，我手指头没有了，你还说这是最好的安排，你这就是想气死我。这宰相一看国王真生气了，却也不会太在意，就大王啊，真的，我们能够超越这个自我意识的这个成败的感觉哈，这个确确实实啊。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所经历到的这一切，哪怕让你感觉到很痛苦，其实都是最好的安排。国王说：“好吧，你这个家伙，老子现在把你关进监狱，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吧？”宰相微笑着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也相信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又说：“如果我找人把你给砍头了，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吗？”宰相依然微笑着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也更是相信这还是最好的安排。”国王勃然大怒，一手用力拍着桌子，叫2名侍卫呢过来，你们立刻把宰相给我拖出去砍头斩了。这些侍卫啊就架起来宰相就往门外头走。正往外走着的时候，国王也觉得未免我小题大做了，突然就觉得后悔，说自己今天情绪太强了他就说句错话也不至于砍头呀。我先不要砍头，先给我关起来。宰相这时候对国王回头又一笑说：“其实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国王手一挥：“滚吧你，还什么最好的安排？你都进监狱了你。”等过了1个月，国王的伤呢也差不多养好了，就打算呢像以前一样，找这个宰相一块儿陪着他微服私访。可是想到自己已经把这个宰相关进监狱里去了，这一时呢也不好意思说快速把他给释放了，就叹了口气说：“我自己还是出去走走吧。”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快迷路了，就走到一个山林里头，结果突然间从山上冲下来一群人，他们身上脸上都抹着五颜六色的颜色冲到他跟前，就他3下5除2就把他五花大绑起来，给带到高山上去了。国王这时候才想到，今天正是满月的时候。我知道了，这里呢住着一支原始的部落，他每逢这个月圆之日就会下山来寻找，来祭祀满月女神的祭品。那这个祭品呢，就是捉一个活人去。国王明明知道有这件事儿结果还走错路来到这个地方。他哀叹一声：“完了，这次可没救了！你想我连个仆人都没带，
但是呢，他还是给人的求生心就有了呀。他就给这些野蛮人就说，就是他心里想的哈，他是没有真说，他心里就想给这些野蛮人说，我告诉你们，我是这里的国王，如果你们放了我，我就让你们做超级富豪。可是呢，想说也说不了，他的嘴啊被那个破布烂袜子给塞住了，根本说不出话来。当他看见自己带到一口比人还高的这个大锅炉旁，那个柴火呢烧得又浓又热烈，这个时候把他吓得脸色惨白。结果来了个大祭司，就大巫师了，现身，给大家说，把他的衣服给我脱了，脱了衣服一看，祭司高兴坏了，哇，这么多年来很少见到有这么细皮嫩肉的这个身体哈，这个大祭司就啧啧称奇啊，哇，太完美了。但是每一次要仔细检查，这个人体要特别的完美，不能有任何残缺才行，才能够去祭祀满月女神。如果身体有残缺的话，或者有病的话，女神是不开心的，我们就遭殃了。这身体虽然细皮嫩肉，养得很好，可是呢，他的侍卫们发现了，用来祭祀的国王啊，他的左手啊小手指头少了一截。这个祭司发现之后啊，咬牙切齿，就因为我以为是一个完美的贡品，结果还是个废品。把他给我放了，赶走，得另找一个完美的。被赶下山来脱了困的国王啊，欣喜若狂一路跑着就回宫去了，立刻叫人释放了宰相，在御花园设宴，为自己保了一条命，也为宰相重获自由庆祝。国王一边向宰相敬酒说，宰相，你说的真是一点也不错，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上次被那个猎豹给咬了一口，咬掉小手指头的话，今天我这国王就当不了了，就没命了。宰相说，恭喜大王，你在你的人生体验上又提升一个层次，又更上一层楼了。过了一会儿，国王突然问宰相，我侥幸逃回一命，这确实是最好的安排，可是你无缘无故在监狱里蹲了1个月，这难道也是最好的安排吗？宰相一看国王这样问他，就慢条斯理的先嘬了一口酒，然后慢慢说，大王，你将我关进监狱里，确实更加证明这是最好的安排。你想想看，如果不是我在监狱里头，那么陪伴你出去微服私访的人不是我，你还能选别人吗？国王一听，对呀，我肯定会带你去啊。那些野蛮人本来拿国王来祭祀的，一看你的手指头少了一截儿，如果我要去了之后，我不也成了祭品吗？因此我这3杯酒得敬我的大王谢谢您救了我一命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谢谢我的大王。我觉得这个小故事给我很多的启发。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觉得很轻松，不是自己所经历的。但是你想，如果比如说你是国王了，你就是普通百姓，今天被一群流氓绑那个地方绑架，又喊打又喊杀的，你的心情如何呢？所以都是很难度过的。就是无论面对的是高山还是大河，是痛苦
还是欢乐，这一切都不能小看它，可能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像我们中国人最了解到的有一个寓言，就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就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位姓赛的老翁，就是一位老先生，有一天呢，他的马丢了，他就很生气，到处找马找不着，快把他那个老太太快骂死了。你看你都没看好我的马。结果过了几天之后，他的马又带回来一匹马，不是他们家的马是女的，还是他们家的马是男的，反正带回来一匹马。带回马来之后，他一想，这太好了，给他老伴太太说，拿刀来，我把这匹带回来的马杀了。说你千万不要杀。太太说，你知道这匹马的主人是谁吗？说不知道啊。说如果是一位将军呢，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说我当然要命啊。说那你还杀马？那怎么办？说赶快好好养着。结果没2天，一位将军带着一群士兵来找马，在他家找到了马，并且发现塞翁给他家的马都喂的是很好的精致的草料，让马没有受苦，马还长肥长胖了。这个将军非常开心，就给他赏了很多钱，这个钱呢都能够再买一匹马。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也别企图回避它，也别去厌恶它，也别贪那个便宜用善良的心去相对，让善良的心去看待一切用知足的心面对意外的财富这样我们才是最安全安生的，那么平静与快乐才能更加长久。那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